很多时候大家就是觉得麻烦，看医生太麻烦了。如果看医生很方便哦，有一个人随时他可以给我一些建议，给我一些帮助，那我当然要去找他。但问题就是很多时候我就找不到医生，我也不知道找谁，对不对？所以我就自己帮自己吧。所以就到网上去看一大堆东西，然后去试一大堆东西。但是这样子的话，就像你说的，很有可能事倍功半，就是你到最后你可能并没好，然后还花了一大笔钱，花了很多的时间，所以最后还要再等专科医生去帮忙呀。所以讲起来真的，我都有点心动了，我都觉得我要成为你的会员。挑战您的价值观，返璞归真过生活。欢迎收看《10万个为什么》，我是你的好朋友路德。在节目一开始提醒大家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千万不要错过每周五的精彩节目哦。Hello， 大家好，今天呢，我邀请到我的老朋友 Joshua Lin 林医生。林医生呢，他之前其实有上过我的节目，如果熟悉我频道的朋友应该看过，我们有一期就是专门采访他关于他自己得异位性皮肤炎，然后经历了一个神迹的这个故事。如果你还没有看过这个见证呢，你现在可以点这个视频的右上角有一个 link， 那我鼓励大家去听，这个故事真的很精彩。那今天呢，我又邀请到 Joshua 来到我们当中。其实有好几个原因哈。第一个原因就是大家知道前段时间回了趟国，然后呢又去了国内的一些医院就是去体验一下在国内看病的过程。然后回到美国以后，我就发现哇，在美国看病真的很麻烦，跟国内比的话真的是很慢，然后呢又很贵，所以呢我就想到说，林医生可不可以来解释一下，为什么在美国看病这么麻烦？像我想要做一个全身的体检，我要找个新的家庭医生，现在已经跟我约到明年的5月份我是大概8月份的时候约的，然后约到明年的5月份，所以我觉得真的很夸张。如果我真的生病的话，我身体真的有什么，比如说有什么癌症啊，有什么很重大疾病的话，那也就是说我这几乎半年的时间是没有办法检测到了。你是医生嘛，从你自己的角度你怎么去看现在美国现在的这种传统的医疗系统？其实你可以简单介绍一下你的 background。所以我是15岁来美国读高中，然后读大学也是在美国，UCI 毕业，然后去 Western University 也是加州，是 Pomona， 那是我的医学院。然后医学院完以后去UCSF Fresno， 在那个中加州的一个内科，差不多10年前毕业的2015年。医学院一共读了多少年？医学院是4年，然后内科受训是3年。对，然后我没有走专科，因为那个时候我很喜欢医院的医疗，就是急症嘛，就是比较 exciting 一点，所以然后后来就 excitement 就慢慢就少了，然后我就去其他城市，然后所以 traveling 就是全美国应该跑了7、8州吧，15、16家医院，然后那我一直有注重就是健康食品，因为我生病的关系，就是一直在吃健康食品。那后来又会有接触一些功能医学、自然疗法、再生疗法之类的。那这些都是门诊的医疗方式，所以那我的心就慢慢的从医院里面就开始在往外想，说我是不是应该在医院外做些什么。所以你比较擅长的是哪一些疾病？疾病来讲的话，跟家医科一样，就是糖尿病啊、高血压，这是比较常见的嘛。那还有一些各式各样的预防的，还有一些内分泌的病，那我自己喜欢的或是所谓的专长，是我有花时间去学musculoskeletal， 就是特别是肩膀长期的痛，或是膝盖，
或是关节，那医生说不用开刀，然后吃止痛药，其实是有其他方式，就是再生疗法，或者是移除那些长期的粘连的，就是可以让就是筋骨这一块有 permanent 的 curing。那再来一部分就是自然疗法，很多就是跟生活有关系的，就是因为很多病都是文明病嘛，就是所以根治的方式是从一个健康的生活，就是从饮食、运动，然后睡觉，甚至人际关系，然后生活压力，然后就是所谓的 emotional 跟 spiritual health， 这些都是很有关系的。那不能说是专长，但是我有花时间就是想要在这一方面去多服侍别人。哦，你刚刚讲的这些什么肩膀啊、膝盖都是我的问题。哦，对啊，这很常见啊，但是怎么讲呢？我也不想吃止痛药了，就其实真的我每次去看医生，医生都是就是止痛药。我真的觉得美国的医生好像就是止痛药是万灵药。哦，是万灵药，可是止痛而已。对，他的病还是在那儿的。对，所以其实我很期待能够找到像你这样的医生，可以让我就是从根部去解决问题，而不是只是止痛而已。对，是可以的，真的可以。对，太好了。好，那我们私下再联系。好的，赶快来加州啊！好，那回到我刚才的问题哈，我就是发现，不管是台湾还是中国跟美国比，真的我就觉得这个医疗系统是很不一样的，特别体检这种事情就真的没有在国内那么方便，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你觉得从医生的角度怎么去解释？哇，这个问题很复杂。然后我们现在又有一个新总统快来了嘛，然后他也选一个新的医疗头，所以我现在讲的以后也不知道是不是。但是，所以美国第一个是一个多元的国家，就是有各式各样的种族，然后也是因为多元，所以就选择也很多元，所以它的医疗体系不是统一的。再来就是说，因为种族多元，大家的身份也很多元，所以不是每一个人都付一样的钱，或者是有些人就没钱付就不付钱了，那或是有钱人就要多付很多钱，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种种的复杂，让整个医疗系统越来越没有效率。然后那最后就是医疗的资源就是现在医生还是不够，所以现在越来越常见的是病人想看医生，可是会先被排到医生助手或者是高级护理治疗师这样子。那他们做的是跟医生一样的事，可是他们的 training 就是训练时间少很多。那当然知识和速度就不太一样。但是还是需要他们，所以因为人手不够嘛，所以那为什么会那么贵呢？就是我前面讲的复杂，就是第一个是supply and demand，就是不够医疗人员嘛，所以就是物以稀为贵的话，就相对就贵起来了。那再来就是保险的关系，因为保险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很多的保险它需要很多的人去维持它这个机构。那保险也是很多保险是私人的嘛，他们也是很赚钱、很上市的公司，所以他们就是也需要从病人跟政府拿来的钱，他们有蛮多的一部分是要去做跟病人和医生没有关系的事情。去投资。对，就是因为就是大家都要赚钱养家嘛，对对，要付房租啊什么的，所以就是这个越来越多，就是除了病人跟医生跟药之外的人，就是越来越多是在保险这一块里面了。那就
相对起来的话，那医疗的费用就会越来越高嘛。需要约医生的困难是因为一个医生要照顾越多人的话就越难约，因为每个人的时间就越少了嘛。那我想说台湾和中国的方式是就是那你就看快一点嘛，3分钟看一个。但是美国我们有自己做事的方式，我们要仔细一点，就是不会有3分钟看诊这回事，就是通常是最少也要15分钟。那比如说他一个人一天最多可以看20个人，那他有2000个人，那他每一天只能看1%的人。你懂我意思吗？所以就大家就要轮流排队，那就排很久了，因为他就是没有那么多时间，因为他要照顾的人太多了。所以医生少，然后大部分钱又被保险公司赚了，所以医生的钱也很少。所以医生少，但是看的病人又多，所以我们这个分到每个病人的身上的这个就是找到医生的几率也小，然后看病的时间也拖长，就是要等待这个 appointment 的时间也就变长，是这样吗？是这样子的。所以 Joshua 你在这样的医疗系统里面工作了，你说10年，对不对？然后你现在想要就是脱离这个系统，有自己的诊所，除了你对自然疗法这方面有兴趣以外，还有没有别的原因？那这个的模式，它是因为不透过医疗的保险，所以是直接跟病人拿钱。那特别是我们就是一般科嘛，加一科内科，我们是收这个 model 是收月费，就等于很像 Costco 一样。然后比如说现在现金看医生，如果保险没有付嘛，那通常是至少200或是250。那是一次性，就是一次就200、250。但是如果我是加一科的话，我们这个 model 是收月费，不是收一次性。这个月费从100块到125到150到200，那看地方在哪里跟提供的服务，或者是他们想赚多少钱这样。所以那我现在刚开始就是选择先 offer 就是月费100，试试看，就希望能够帮助人。但是这个的模式是我们想要就是花时间真正的了解这个人，然后真正帮他不只是病好，而且是要有一个计划能够每天更健康。那所以我们一开始的投资是在时间，就是会花很长60分钟、90分钟去了解这个人，然后再时不时关心你，然后再一开始就常常就是看要不要回诊啊，这个怎么样更健康啊等等的。然后那 over time 它需要我的时间跟资源就会少了，但是就还是有一个关系，他们随时有需要就可以回来。所以 my incentive 不是 provide service，my incentive 是要真的帮助那个人更健康。但是它 it's a luxury really， 就是私人医生嘛，然后所以我有个 APP， 你可以随便有什么问题简讯给我，或是咳嗽、感冒、拉肚子，那就也不用透过小姐啊，保险有没有 cover， 就因为你已经收过月费了，那我已经得到你的月费了，所以我就当下就可以 take care 一个人，这样子就很快。哇，所以这个听起来其实是最初家庭医生或者私人医生的一个概念，对不对？我觉得我以前在国内的时候，国内是没有的，国内没有什么家庭医生，国内都是你去诊所、去医院，就是 public doctor， 没有什么 private doctor。但是我以前就听说在美国，你有家庭医生，那家庭医生我的概念就是哇，他真的就好像我们家的一个家庭教师，他是专门为我量身定制的，他知道我的需要，好像随叫随到这样子，就感觉是这样子的家庭医生。但是真的我来到美国以后发现，虽然他是你的家庭医生，但是你要约他还是很麻烦，还是会等很久，所以基本上就已经失去了那个所谓家庭医生的那种福利。
但是你现在推出的这个服务，感觉好像就是回到那个传统的家庭医生的概念，就是你是真的是想花时间去好像是建立关系跟这个家庭，然后这一家的状况你都比较了解，然后他们问题马上就可以找到你。对，这个真的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好消息。对啊，就是对我们普通大众来说，就对，希望就是真的能够像你讲的，就是建立关系。那保险制度下的医生是在一个组织下，所以很多人的家医科会常常换。对，甚至你看不到你原来的医生，或者是那每一次都有人，是每次看到的医生都是第一次见面这样子。所以，那我就是希望能够透过这个 model 能够在affordable 的状态呢 provide like very good quality care。哇，这听起来真的很棒。不过如果我在考虑我会不会来，就是比方说成为你的会员哈。不是病人，我是会员。会员，对，那我就有一些问题了。比方说，我现在住在我不在加州，你因为你的背景是这个金门大桥，我知道你现在在加州嘛。对，那如果我不在加州，我可不可以也使用你成为我的家庭医生呢？如果你之前是我的病人，然后你在外州的话，应该是可以。所以你现在的设定的这个理想的病人就还是在加州，就基本上是你在你的地区的病人，对不对？就是你现在对，但是你是 也是 open 给网上的，如果有人想要加入的话，就是你也 open 在网上来看诊。对，我觉得网上就是像你有问题就可以问我。我觉得就是希望还是可以提供很多的帮助。那真的有什么我听到什么是你需要就是触诊啊 physical exam 的话，我会请你去找当地的医生这样。有一些 APP 叫做 Teladoc 嘛，就是前阵子很有名。那所以我们就是透过网络是可以做一样的事。那不一样的点是，你会面对的是同一个医生，他会更了解你，不是 Teladoc 就是每次都一个新的人这样子。所以那个就会好很多，健康不嫌多。所以你有需要的话，就是有类似像我这样子的人，可以给你及时的医疗，让你马上健康起来的话，是比较理想的。对，就是像我常常就是身体上有点不舒服，我马上第一个反应就是去看 Google 输入这个问题，然后看一下。但是问题就是很多很多的资讯，网络上很多的资讯，特别是像我们中医跟西医，好多东西是完全相反的，所以我就常常会觉得很困惑，就不知道到底哪一个资讯是我应该相信的。我想你的这个服务其实也是一个帮助大家可以去至少你是值得信任的，所以呢，又省了大家很多时间。至少我在精神上非常支持你。谢谢。I mean we're the same, you know， 就是说怎么用职业来荣耀神，能够爱人也被爱呢？真的活出一个很快乐的人生。对，很快乐的人生，就不是只是有钱就快乐，而是你真的觉得有帮助到别人。这个对，就是真的是就是活着的意义吧，活出来这个感觉。对，其实你刚刚讲到说，你希望花很多的时间跟病人聊天这样，我相信其实很多医生其实他是真的想要去，就是去建立这个爱的关系、爱的信任等等，但是因为这个刚才你讲的种种原因，没有办法很实际的去跟这些病人建立关系。我前阵子参加了一个短宣。它是一个医疗的短宣，然后呢，其实我们的这种短宣的模式就是真的就是跟病人建立关系。对，我们主要的目的当然是不收钱嘛，哈，我们这个短宣是，每天还是会看20-30个病人，但是呢，
是完全免费的。然后呢，这个医生就会跟病人，每一个病人都会聊半个小时以上，所以有的时候，他们当地人都觉得很不适应，因为当地人那个医生也是2-3分钟就一个2-3分钟，因为也是缺医生，病人多，所以每个医生他就是非常快哈，问诊问，然后马上就给你开药，然后你就走了。对，当地因为我们去的是非常贫困的国家，是在中东，非常贫困的地方，所以当地人他们已经习惯这样的一个就医的模式。但是我们去了以后，因为我们的心是想要去关怀关心这些人，想要真的为他们祷告，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动机。所以我们每一个病人都花半个小时跟他问诊，然后呢，他还有半个小时是真的就是帮他做一点一些护理，比如说按摩啦，给他一些的这个还有按摩啊。对，就是一些基本的、简单的皮肤的一些保养、护理啦，或者是因为他们当地人是从来不会去护理他们的皮肤，所以他们皮肤都很甚至他们可能也不会去洗脸啊，怎么对，所以对，所以我们就是刻意的花那个时间去跟他们聊天，然后让他们感受到说我们很关心他，我们很在意他们这样子。刚好我们在12月6号、7号都有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就是这个服饰的介绍。然后呢，我也会分享我们的见证，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点击下面的 link 呀，我会把这个报名表发在这个视频的下面。对，所以如果你是医生你是护士，你是有医学背景的，就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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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鼓励你来参加这样的短宣。今天我们主要是宣传Joshua的这个新的这个诊所，它的这个诊所的信息，待会儿我也会放在我们的这个视频下面哈，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跟他联络。如果你还有更多的问题想要了解，我觉得Joshua他可以再跟大家个别的联络。那我们今天主要就是给大家一个很 general 的一个概念，就让大家知道有这样子一个新的就医的模式，然后呢，大家可以真的在这个医学的领域去荣耀神，不管你是医生还是病人，对你都可以去经历神的爱，可以去给出神的爱。对呀，当然你也可以去报名参加我们的短宣呐，我觉得那也是符合你的热情。希望你想有机会用你的年假去完成你的梦想。就不知道祷告吧。2个星期，对，2个星期，好啊，我们再联络。1年2次，你可以选择1次，或者你可以去就更多的国家也是可以。对，好，好吧，今天就闲聊到这里。OK，美好的心情，健康的身体，还有跟神有很亲密的关系。好，阿妹，谢谢。好，拜拜，下次见。好，拜拜。